你知道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在哪儿吗？位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西起莫斯科，东至海参崴，全长9288公里，跨越8个时区。这是当前世界上最长的连续火车线路。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旅是深度了解俄罗斯的一种方式。我和搭子决定用7天7夜的时间，一次通关这条铁路。青春没有售价，火车横穿欧亚。在火车上的第4天，我们将要穿过大名鼎鼎的贝加尔湖地区。贝加尔湖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里是无数中国人的理想北疆。传说中的苏武牧羊就发生在视频画面上的这片土地上。雪地又冰天，穷愁19年，可饮雪，鸡吞毡，牧羊北海边。现在还有一个说法是，庄子的《逍遥游》里面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中的北冥指的也是贝加尔湖。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2个烧烤架，一个放糖，一个微辣。来瓶雪花，让我们勇闯天涯，干杯！目前居住在贝加尔湖这一片地区的主要是布里亚特人，这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他们是游牧骑兵的一个部落，很早就在外贝加尔地区游牧，算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如今的布里亚特人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地区，他们与中国的蒙古族有着相近的习俗。到这边开始，很多人会穿这种带皮毛的鞋，可能是他们的民族特色。据说清朝皇室爱新觉罗家族的源头就是布里亚特人。我的搭子有一部分布里亚特人的血统，所以我们在车厢里很自然地和几个布里亚特年轻人交上了朋友。他们要从乌兰乌德前往伊尔库茨克站，我们在车厢里一起吃了一些食物，然后喝了一点酒，但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俄罗斯的火车车厢里是不允许饮酒的，要饮酒只能去餐车。我想这个规定肯定有它背后的原因。乘警过来巡查车厢的时候，我没有在现场，所以幸免于难，但是搭子被带走了。我假装路过，然后拍下了这张照片。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又是第一次被抓，所以火车乘警没有对我们进行处罚，只是进行了口头警告。警告的内容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如果下次再抓到你们在车厢里喝酒，就把你屁股里的屎打出来 ，beat the shit out of your ass。于是我们转移到了餐车，买了一些伏特加继续喝。看一下那酒单。伏特加是用土豆作为原料酿制出来的一种酒，经过蒸馏之后，先制成95度的酒精，然后再用蒸馏水稀释到40度左右。所以简单来说，伏特加就是酒精兑水，很纯净。除了酒精的香味之外，一点其他的味道都没有。喝起来酒精的味道非常浓，呛鼻子。咽下去之后，感觉从嘴到胃里面都有一股火焰在燃烧。酒精是男人的社交利器，在酒精的刺激下，大家很快就打成了一片。把手拿回来！俄罗斯人有一个外号，叫做被伏特加统治的民族。爱喝酒是俄罗斯人的标签之一。
但是他们喝醉之后的酒品并不算好，在这趟车厢里面，经常能看到喝醉之后大声喊叫的乘客。酒过三巡，他们想要抽烟，但是俄罗斯的火车车厢里是不允许抽烟的，所以和餐车乘务员产生了一些冲突，场面一度失控。一个还能保持理智的俄罗斯朋友说，他非常讨厌这种现象，但是在俄罗斯，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俄罗斯人整体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经常表现出来两种状态：正常情况下，热情、豪爽、友好、富有同情心，是那种可以全心全意对你好的朋友。然而一旦喝醉酒，他们又可能变得难以控制，暴躁、偏激，甚至破坏公共场所的秩序。我觉得这两种极端构成了今天的俄罗斯。выпей。够。小扒菜喝多了，我靠，把他搞回来可不容易了。刚才给那个俄罗斯人送了一瓶水，两边都喝多了，那边喝哭了直接。每过一站都要检修一下，看看有没有冻住的东西。新的一天在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中开始，列车员们每到一站就会用锤子敲打火车的各个零件，检查是否结冰。西伯利亚的冬季常常是零下40多度的低温，而盛夏又常常有着零上30多度的高温，年温差相差70、80度，这对于火车的维护工作要求很高。这大哥穿着短袖和拖鞋就下来了，太猛了！现在室外温度应该零下30多度。西伯利亚是对乌拉尔山脉以东广大领土的总称，东至太平洋，北至北冰洋，南至中亚的北部，面积高达131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的这部分领土面积甚至比我们国家领土的总面积还要大1/3。西伯利亚的狗长得像个熊一样。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它占据了地球总陆地面积的1/8，和14个国家接壤。普京大帝曾说，尽管俄罗斯领土辽阔，但并没有1寸土地是多余的。然而，这庞大的领土面积相较于他们的治理能力来说，似乎不太匹配。以西伯利亚地区为例，尽管面积很大，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土地都是处于荒废状态，熊比人多，缺乏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现在的俄罗斯就像是一个穷小子住在一套500平的豪华别墅里，看似风光，可其实背地里连物业费、采暖费、家政费这些基本的生活成本都快付不起了，更别说再花钱装修了。所以他只好在别墅里找了几间最好的房间，草草收拾了一下，凑合住。剩下的房间直接大门一锁，堆点杂物，或者干脆就不管了。事实上，现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就类似于这样的杂物间。同时，俄罗斯因为担心安全问题，又不允许其他的国家过来共同开发建设，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局。Почему зарубежные люди богаче, чем мы? Мож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м не дают этого делать и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как следует. Мы не можем получать нормальные зарплаты. То есть у нас монет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се уходит на Москву. И мы не можем сделать, так сказать, мужика, который бы зарабатывал в регионе, что-то давал региону, привлекая зарубеж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У нас до Бога далеко, до царя еще дальше. Вот. Тяжело,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тяжело. 在餐车点了一份盒饭，有一个西红柿，然后有一点鸡肉和米饭，还有一套餐具、一瓶水和一个面包。这些一共是477卢布，大概人民币40块钱，有点子寒酸，感觉比不上国内那个15块钱一份那个盒饭。
сердце единственной той, бездня влюбленных и жизнь без нее, жизнь без принцессы моей одной. Но мне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жизнь неплоха, хоть жил в любви я лишь только во снах. И я пел песню средь ветра тогда, хоть и просты были песни и слова. Если когда-то стану я старым, вы покажите. 这个表格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里了，就差这些了，快要通关了。这些站都是已经走过去的了，再有2到3天就能到达莫斯科了。这趟7天7夜的西伯利亚火车之旅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在火车上的时间还剩下了2天。第6天的早晨，我们到达了新西伯利亚。新西伯利亚是俄罗斯仅次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第3大城市，是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城市，有很多的重工业加工厂坐落在这里。新西伯利亚算是俄罗斯版的火车拉来的城市，是西伯利亚铁路最大的受益者。俄罗斯从远东开采的木材、矿石和原油，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新西伯利亚，在这里中转和加工之后，再输送到俄罗斯西部的其他城市。从这一站开始，我们在火车上认识的朋友逐渐到站下车。Снегу везде много. Снегу везде полно. Где? В Красноярске. 在同一个车厢里跟我们相伴了5天的老太太到站了，我和搭子下去送她。下车之后，老太太请求其他人帮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这一路上，老太太对我们很照顾。短暂的几天相处，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老太太的孙子从远东地区来到新西伯利亚工作，这是当今俄罗斯年轻人的一种常态。远东地区人口持续流出，搬去周边的大城市工作，好像在哪个国家都是这样，资源在哪里，年轻人就在哪里。我们将老太太送出了站台，离别之际，老太太分别给了我们一个长长的拥抱，然后说：“就送到这里吧，祝你们一路顺利。”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这么长时间的和俄罗斯人相处。在火车车厢里，很多时候我们语言沟通并不顺畅，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信息的传递、情感的传递。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只是依靠语言。来俄罗斯旅行之前，我脑海中的俄罗斯人有很多的标签：彪悍、酗酒、把熊当宠物、战斗民族等等。实际接触过很多俄罗斯人之后，我发现他们沉默的大多数人和我们沉默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本质区别，我们都是差不多的人。而人种、民族、国家这些预设的标签是后天人为添加的，用于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刚才在下面买了一个烤鸡腿，感觉好几天没有吃过这种大块的肉了，太馋了。齁咸。这个俄罗斯版的面包夹鸡排还可以，现做的。我们现在正在穿过乌拉尔山。从地图上看，乌拉尔山只是一条分隔亚洲和欧洲的曲线，而实际的乌拉尔山是一整片连绵的山脉，火车要走上半个下午。翻过乌拉尔山脉，进入欧洲区域，大城市逐渐多了起来，我们离莫斯科也越来越近了。要修几天？
Kirov reporting.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基洛夫，就是那个基洛夫。红色警戒至今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一款游戏，那种铁甲的对抗让我着迷，那种生死一线的紧张和刺激感，是后来所有的其他游戏都不曾带给过我的。共和国之辉就是我童年游戏中的一抹白月光。Reinforcements have arrived. 没错，它是一款黑书游戏，无论是游戏背景、过场动画还是作战单位，都充斥着对苏联的抹黑，政治色彩浓厚。但就是这款游戏，建立起了我对苏联科技的好感，给我留下了华而不实美利坚、坚实可靠苏维埃的印象。今天一共是穿越了3个时区，所以今天是有26个小时，感觉这一天过得非常的漫长。当火车到达基洛夫的时候，我激动的一度要跳起来了，还愿了。基洛夫飞艇和基洛夫这座城市都是以苏联布尔什维克早期的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的名字来命名的。他是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后来他被暗杀，然后直接导致慈父发动了大清洗。Kirov reporting. 当基洛夫飞艇的语音响起，战争进入下半场，每一名战士都将打起精神，准备迎接一场血与火的决战。Unit lost. Mission accomplished. 盼望着，盼望着，天亮了，莫斯科的脚步更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街道活跃起来了，市场繁华起来了，人们的笑脸热烈起来了。最后一站，还有不到1个小时就到莫斯科了，通关了这一页。其实还是有点不舍的，这一周在这趟车厢上住的挺舒服的。火车在穿过最后一站亚历山德罗夫之后，我们到达了莫斯科。到达的惊喜瞬间扫除了7天旅途的疲惫。没拉东西吗？告别了在车厢里遇到的每一个朋友，我们终于踏上了莫斯科的土地。哇，这个雪有点厚啊，它这个路面也不清雪，走起来还挺费劲。还真有牵着狗坐火车的。这趟7天7夜的火车之旅终于到达了终点站，这是我人生中经历过的最长的一次火车旅行。为什么要选择坐火车前往莫斯科呢？我想没有什么交通工具能比火车更直接地了解俄罗斯。在这趟7天7夜的火车上，有从俄乌战场上退下来失去双腿的老兵，有苦恼于课业压力问我们中国是不是也这样的中学生，有从海参崴出发5天4夜独自前往新西伯利亚看望外孙的80岁老太，有喝醉酒后满车厢乱晃大喊大叫的酒鬼，有邀请我们品尝伏特加的俄罗斯大叔，有在车厢里现场直播抓逃犯的场景，也有因为玩植物大战僵尸过不了关气到流泪的小朋友。旅途中还有什么比遇到这些更有趣的呢？7天7夜的时间里，仿佛是处在另一个时空。窗外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化，有时是密集的白桦森林，有时是了无人烟的雪地，有时是连绵的山脉，有时是明亮的星空。这次旅行不仅仅是一次在地理上的穿越，也是一次心灵上的洗涤。
火车的摇曳节奏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宁静，让我在这段旅程中重新找到了内心的平静。请问这个可以使用几天？我只需要使用5天。Can I help you? No. A nice shoes, recall. Thank you. You smoke? No, not now. OK。我出生在1995年之后，那时候苏联已经解体，中国也早已改革开放。但是在我的童年时期，依然接触了大量的苏联文学，在人教版的教材中有大量苏联文学的影子。凡卡把那张写满字的纸折成4折，装进一个信封里。那个信封是前一天晚上花了一个戈比买的。他想了一想，蘸一蘸墨水，写上地址，乡下，爷爷收。然后他抓抓脑袋，再想一想，添上几个字：康斯坦丁·马卡里奇。俄国的文学、电影和音乐总是会有一种沉重的寒冷感或者悲凉感，可能是因为这个民族和这片土地上总是充满了冰雪、荒凉和孤寂，饱受战争的摧残，政局的动乱。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段话塑造了几代人的价值观，它激励我们争分夺秒的学习和工作，力求在有限的生命里有所作为，有所建树。生活不仅仅是为了活着，更是为了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后来我逐渐长大了一些，看了很多西方的电影，我发现几乎所有的谍战片总部都设在莫斯科。所以在我的印象中，莫斯科和东京、纽约、巴黎、伦敦一样，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几座城市之一，是可以和整个西方世界相抗衡的大都市。数年之后，我终于站在了莫斯科的土地上，这里的土地冰冷且坚硬。到达莫斯科之后，我们先去了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到哈尔滨了，家人们，跟莫斯科似的。红场现在完全就改造成了一片游乐场。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苏联的旗就是从这个位置降下来的，象征着一个时代结束了。旗的下面就是列宁的纪念堂，列宁现在仍然在水晶棺里面。第二天一早去瞻仰了列宁的遗体，然后和加加林的墓碑合了影。晚上我们去体验了莫斯科防空洞一般的地铁。还愿，还愿，一路上都是在验证之前对莫斯科那些模糊的想象。莫斯科是一座可爱的城市，每一个把心打开的人来到这里，都将收获无尽的惊喜和深深的感动。这里就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最后，让我们用一首普希金的诗作为对这段旅程的告别吧。身处异乡，我恪守着祖国的古老风俗，在和煦的春天的节日，让一只小鸟重获自由。我心里已感到几分满足，何苦对上帝抱怨命运？我能把自由作为礼物，赠给一个活着的生灵。